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如果我告诉你，全球最顶尖的 AI 晶片巨头，像是辉达、超微和英特尔，如果没有了一家卖味精的日本食品公司，他们的晶片就连1颗都卖不出去，你一定会觉得我在开玩笑吧？但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半导体世界里最真实也最神奇的商业传奇。全球顶级投行瑞银证券在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中，帮我们揭开了日本食品巨头味之素的最新底牌。报告指出，味之素旗下垄断全球 90% 以上份额的半导体关键载板绝缘材料味之素基层薄膜，在2026与2027财年的销售额将会迎来同比高达 40% 的史诗级暴增。而且为了保护股价和维持极高水准的资产回报率，这家公司每年甚至砸下上千亿日元在二级市场进行股份回控。今天我们就用最轻松最生动的语言，带你一窥这家左手调味料右手 AI 晶片的日本巨无霸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技与财务秘密。首先，我们必须先来做个硬核的科技科普。为什么一家卖味精的公司能掐住全球 AI 晶片的脖子？大家知道，像辉达最新一代的黑色巨兽 Blackwell，或是未来更先进的晶片，它们内部的电晶体数量都是以千亿为单位来计算的。要让这些密密麻麻的奈米级线路在运作时互不干扰，不发生短路，就需要一种极其完美的高绝缘性、高散热性且表面平滑度达到极致的薄膜材料。而味之素在多年前研发味精的副产品中，意外发现了一种高分子环氧树脂配方。经过不断改良，他们做出了这种厚度极薄却能承受高温和极端电压的基层薄膜。如今，全球所有的高端伺服器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以及高频宽记忆体的封装载板都必须100%使用味之素的这款薄膜，这让味之素成了全球半导体物理链中最底层也是最牢不可破的隐形垄断者。那么瑞银证券这份报告到底给出了哪些震撼的量化数据呢？瑞银指出，由于全球 AI 伺服器出货量持续超预期，加上晶片封装面积越来越大，市场对高端 ABF 薄膜的需求正在发生几何级数的爆发。数据显示，瑞银将味之素在2026至2028财年的每股盈余预估大幅上调了 4%至12%。瑞银预估味之素的 ABF 销售额将在2026与2027财年实现同比 40% 的惊人增长，并在随后的2027与2028财年继续维持同比 35% 的高增长。这场暴增的底层逻辑在于，高端 AI 伺服器所使用的 ABF 薄膜在出货量和平均售价上都给出了双重助推。因为高阶 AI 晶片结构极其复杂，需要层数更多、面积更大的薄膜，这直接推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瑞银指出，虽然味之素在电子功能材料板块持续进行着高额的前期资本支出，但其功能材料业务的营业利润率在过去7到8年里已经整整暴涨了20个百分点。而随着高价值的 AI 特制薄膜出货占比持续提高，瑞银预计未来3年内这一板块的利润率还将在历史高位上再飙升5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一台无人能挡的印钞机。然而，就在市场为这项 40% 的销售暴增而疯狂时，瑞银却非常冷静地给味之素泼了一盆冷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瑞银在报告中依然选择维持中性评级，这背后的财务博弈非常耐人寻味。瑞银分析指出，味之素虽然拥有强大的 EBF 晶片光环，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一家规模庞大的食品饮料公司。目前，公司的市盈率估值已经被市场炒作到了历史最高点的水准，甚至大幅超越了同业和其自身的历史均值。瑞银强调，市场目前在定价上已经将 ABF 业务未来几年的利好基本买单。如果想要推动公司的估值倍数进一步向上扩张，味之素必须证明自己在 ABF 之外还拥有第2个甚至第3个高成长引擎。然而在现实中，被寄予厚望的医药合同研发、生产组织等新兴业务，目前的营收规模依然非常小，且财务披露程度有限，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填补非 ABF 板块增长平庸的缺口。更具挑战性的是其年砸千亿回购护盘的内幕。瑞银指出，
未知数之所以能在估值极高的情况下维持股价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极具侵略性的股东回报政策。公司每年利用传统食品业务带来的极其稳定且丰沛的自由现金流，在二级市场大手笔回购上千亿日元的自身股份，并将其注销。这种用调味料业务赚的钱来供养半导体材料业务的高估值，并通过回购推高每股盈余与净资产收益率的财务闭环，正是未知数股价在利率震荡期依然能维持在高位横盘的底层秘密。瑞银这份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全球 AI 下半场材料重估最真实的定价底牌。市场长期以来狂热地将未知数等同于纯粹的半导体晶片股，却忽略了其作为传统食品巨头在进行资产分配时所面临的估值天花板。ABF 销售额同比 40% 的暴增，确实证明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对最底层物理材料的刚性消耗。然而，正因为 ABF 在整体营收中占比依然与传统食品饮料深度交织，这就导致了当食品板块增速放缓时，纯粹靠 ABF 单一产品是很难无限抬升整家集团的本益比估值的。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长线主动型资金在此节点更倾向于一边享受其高达1000亿日元股份回扣带来的股价防御，一边耐心等待其 CDMO 医药代工等新动能的实质性放量。这是一种极具智慧的防御性重组策略。相反的，华瑞认为未知数的案例向全球科技制造业展示了一条无比珍贵的示范路径。高科技硬体不一定非要在最前端的设计领域争个你死我活，通过在成熟的基础化学与材料物理领域做到极限垄断，其赚取的利润弹性与生命周期，甚至远比那些面临剧烈竞争的终端晶片设计商更为长效和稳健。随着2026年下半年全球 1.6T 光学器件与先进封装技术的加速落地，高端 ABF 的消耗量只会迎来更大规模的非线性攀升。这场材料革命的风向标将会持续推动全球套利资金向具备高一体化、专利壁垒极深的日韩上游材料龙头进行估值补偿。当然，在我们看到未知数具备强大材料韧性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逆风。瑞银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下游半导体再版大厂库存调整的超预期滞后。瑞银指出，虽然目前 AI 伺服器拉动强劲，但如果传统个人电脑与个人智慧设备市场在2026年下半场出现超预期的2次衰退，传统再版大厂的 ABF 库存积压将会对未知数的短期出货速度造成扰动，进而影响其利润交付的节奏。第二个风险是全球替代绝缘材料的潜在研发突破。虽然目前 ABF 薄膜拥有近乎 90% 的绝对地位，但如果其他化工巨头在未来推出成本更低、粘合良率更高的替代方案，或者先进封装技术发生非线性的路径转移，减少了对传统再版薄膜的依赖，那么这将会对未知数在2028年维持高利润率的量化模型构成中长期的潜在挑战。华瑞认为，瑞银这份深度调研报告用最冷静的数据与估值框架为我们揭开了全球 AI 下半场硬件重塑最真实的底牌。这是一场 ABF 销售暴增奠定材料霸主地位，年砸1000亿回购提供股价安全垫，而估值重估高度依赖多轮驱动的结构性博弈。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真正吃透这波日本材料龙头带来的配置红利，操作重点必须从关注空泛的 AI 概念口号，转向对新兴业务增长斜率与回购执行率的精细化验证。在实际布局中，应当重点跟踪2条核心线索。第一，是未知数在每季度财报中电子功能材料营收占其整体利润的边际变化，这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在低利环境下维持高 ROE。第二，则是密切注视其 CDMO 医药代工业务在海外大客户认证上的进展。这2项高密度的产业与财务硬指标，才是我们在宏观利率拉锯期精确捕捉高阶材料、绿色化工与低波动防御性蓝筹板块超额收益的核心财富指引。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